很高兴今天可以邀请到这个罗江经理到我们这边来介绍 Dynamo 在 Rebus 上面的应用那今天很高兴，因为这个 Rebus 在应用上有相当多的内容，其实是需要更高阶的技术去转换的。那过往其实都是在写 API， 那 API 这种东西其实某种程度来说，它是需要相当多程式语言背景。那 Dynamo 其实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做法，它其实把很多程式语言封包在一个电池里头，透过电池跟电池的连接去串接出一个可以产生效果的内容。那众所皆知，其实 BIM 在用资讯导向的逻辑上，它有非常非常多的程式背景在里头，只是用视觉化的呈现去方便让大家去理解。那今天这个罗经理呢，他特别能够把我们在 Dynamo 过去在建筑上面应用很多的内容，转换到室内设计来尝试。那当然，他必须要先解说一下 Dynamo 要怎么样应用我是罗家祥，那目前来讲，我任职在那个国泰三井工程，那同时我也是建筑资讯模拟协会第6跟第7届的理事长。那比较多人会认识我，就是说我在台湾的一个 Dynamo 的推广跟应用上面。那我之前的案子，其实我进入这个业界大概10几年前，我从花博的梦想馆开始。那后来2010年、11年左右，我去加入了建国工程的魏武营艺术文化中心，大概做了一段时间。那后来有去参加一些台北市立美术馆。那后来到了国泰三井之后，我们有一些商业建筑物，比如说在桃园站前那个八景岛的一个水族馆复合大楼案件等等。那这些案子来讲的话，都有其他的一个复杂性，那所以使用病来讲，它是一个比较好，比传统2D 的流程来讲是更好的。那我可能会跟大家很快的介绍一下我们协会啦，建筑资讯模拟协会到今年大概是第11年左右。那它是本身是一群使用建筑资讯模型的爱好者，那来自于我们的事务所啦、室内设计公司、大型的顾问团队等等。那我们大概每年都会有每一季大概都会定期产生一个聚会，然后大家来分享一些病的新趋势跟发展。那我们的活动主要都在台北。那对我们协会有兴趣的朋友呢，就是可以上 FB 去关心我们。那我们的活动也会定期在上面公布这样子。我大概快速讲一些东西，就是说其实会遇到个状况，就是说今天我们有案子，我们需要去输入大量的资料，尤其是我们很多时候你要从 Excel 或者是你要用 CAD 去把资料转到 Revit 的时候，那当然你是可以好好徒手建没问题，但是相较之下，一定有很多人写 API 或者是使用 Dynamo 解决。那这件事情其实它有层次上的差别。你用苦人工，我常常讲用手工，其实并是一个打造劳斯莱斯的历程。它是每一笔都手工去做，它就是打造一个高档车，就是柱梁板墙，你就是得要一个个去画，它非常花时间。那以这种型的资料来讲比如说我们在建一个大型的专案，那我这个专案里面我需要去有一些比如说我希望在我的五金门锁上面，我把我的五金的门把上门的所有的资料，门槛、门把、门工器，甚至是 master key 的资料，我都把它誊在上面，因为业主需要。那这件事情如果你要用人去建的话，我跟你讲非常痛苦，那真的是要人命，而且你要有人去检查，这是更痛苦。写错字还不知道。对，因为常常我可能做到一半，我可能做45分钟，没有，现在人我觉得30分钟专心就了不得了。去上个厕所，回个 line， 回来做到哪了？再忘记，你再恢复可能再花10分钟。可是今天如果你有 API， 你可以把 Excel 资料丢进来。就像很多时候我们在做物管资讯的时候，我需要把很多的机电的一个测试资料、保护资料，我都要回到 Revit 去，它可能要有个 link 或者是一个连结的时候，那我真的手工去做，真的会做死人。那这时候你要不就是你去写 API， 人工作，我先讲人工作我们绝对否定，因为你没有那么大的能力去检查。那你要不然就做 API， 第二个是用 Dynamo。 那我觉得这个形式上面，台湾来讲 API 会有个大的盲点，就是 API 有，可是你会发现到台湾很多我们用的 API 中国发明的跟国外的，但是中国的 API 的好处是说，因为他们都是有一个国家标准图说，所以他们很多的标注或他们写法或他们的一个分类模式其实是非常制度化，流水线出来的时候会很好用。但是其实就您也去做过研究或导入嘛，像我们之前也有导入一些
事务所，他跟我讲说，对不起，台湾哦，双北的规范图说全台湾都不一样，全台湾就不一样，嗯所以尤其又以台湾这么小的市场来讲，你很难去写一个通用的 API 符合台湾全国。拿到一个10亿的案子，下一个案子说不定是20亿、30亿，说不定是5亿，规模不一样，写法也不一样。对，其实会不一样。对，那你要去填的栏位也不一样。对，那 API 的东西其实它是需要很大的案量去不断的累积。对，那不断累积、不断累积、不断累积之后，很多的除错的一个好的答案。对，磨成答案。可是我今天就是急救章的时候，我最快的方法就是我用Dynamo跑。他跑一次，这次 OK 的，下次会不会 OK？ 不一定。可是也许这是你写 API， 你或许要写1个礼拜，但你Dynamo懂了，就写得起来了。我说小型的，但当然我觉得比较，可Dynamo或许你懂的话，你或许1天以内就可以写完它。对，所以它在一个开发时间上是有差异的。是，对。然后相较之下，你也可以针对你的专案去做一个客制化，就是你只要把你固定要去做的一些系数或什么去配合你专案就好。就是你找人来开发 API 的时候，你可能这个案子 OK 的，那下个案子因为你们流程或者是有些东西修改的时候，它不一样了，那你要找这个人再帮你重新去调整的时候，往来费用跟时间又是一个问题。我帮忙做 summary 一下，一节小小 summary。我觉得因为线上很多人对这个很有兴趣啊，那我也必须要让大家知道说，你拿什么样生活的东西是比较好理解。我跟各位讲一下 Dynamo 比较有点，对我来说看起来它有点像是现在我们在做网页，大家可能知道 wix.com 这个东西，它其实可以拉一些模块上去，然后调整。那我今天更新的档案，过往我要上网站的时候，其实是要找工程师帮我，还要去到 HTML 后面写一些不同的内容才能更新。现在不用，现在有这种东西，用电磁块一样去把它改变，类似这种感觉，对不对？接近，没错，接近这种东西，只是说它可以更客制化的去把它做一个指令，去做一些更细的结果。对，没错，它就等于是把你要很多的功能，它把它模板化，然后你去把你要的抓出来。那当然往后延伸，现在有 AI， 好像ChatGPT 的时候，它也有一些新的变化不一样。这个我们它什么时候要出中文版？它什么时候说要出中文版？其实我要跟你讲的就是，待会可以聊这个话题，对不对？比如说，因为为什么这个东西是很多 3D Max 也一样啊，它其实 Rhino 也一样，它其实都有一些英文指令，虽然也不难，但是对于某些人来讲就是个门槛。它是个门槛，它的确是个大门槛，但是我也要必须讲，因为一个是程式语言用英文是以英文为主体，这是一个。对。第二个是中文有太多模棱两可的部分。对，不确定你就要一直喂，就是变成是你。所以我们可以训练 GPT 变成是中文转换成程式语言的能力的那个翻译者。对，你必须要一直去练它。这不错，这样我们可以继续往下讲。OK， 你就必须要一直去告诉他你要什么要什么。那也不错。对，这哪有办法？好，我们先讲一下，就是说，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过往作业里面，你常常要做的东西就是把一张纸折成一个纸鹤，这是我们的 input， 然后经由你的手工定义去把它 output 出来。那如果我们有办法把我们的工作拆解的时候，我们把这个拆解的逻辑告诉系统，让系统来帮你做很多支持。我们现在需要一些简单的这种工具，小工具来辅助我们。一个是你没时间，第二个是或许这件事你只用一次，你没办法投入那么大的资金。第三个是你没办法跟他好好有效的沟通。觉得现在 ChatGPT 会那么成功，大概就是沟通的模式被训练过。对。那怎么样写成Dynamo的某种语言，然后就可以输进去，对不对？其实可以，就是现在有很多写程式的朋友，其实都已经付费买了它的商用付费版模式。对，但是这个待会也是可以提，就是我就这样直接讲好了。就是它有个限制，就是你没办法叫机器去做你不懂的事情。就是如果你的描述不够深的话，那它没办法帮你做。就之前会有很多的老师就怕说他去抄袭论文或者是去仿一篇论文出来这件事情，但实际上就是你必须要有办法去告诉你的机器说你要怎么下指令或下参数。其实这跟真实世界差不了多少。你最难的就是找问题。对，没错。找出问题都找不出来，怎么可能知道怎么解决问题？就他没有办法写超过你的认知范围内的，就这个世界就是你认知的存在。没错。OK， 就是如果你本身也不晓得这个写的对不对的话，那你没办法去改，或者告诉他说这边是错的，我需要去改正它。所以其实也不用太怕，它其实也是我们帮助者。是你有办法的话，其实它是个很好用的帮手。是，对。好，
那我很快的说过去这些部分。那我觉得 Dynamo 有它的缺点，我想讲这件事情，就是在学某些事情上，我们一定要知道它的边界跟缺点。缺点的话，比如说我们在写像是 C 语言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些测试的空间或沙盒，但是 Dynamo 它本身没有特殊的测试的环境，对，中间的话，它没有 test 的部分。然后第二个是它的某些错误的讯息，其实你很难解读，初学之下很难解读，你不太晓得他在讲什么，因为大家就全英环境。看这种状态，其实还会有一些看起来不像是语言，是不是？对，而且他可能告诉你 EYF 都的错。然后它的功能其实它有个好处，就是说它有个扩增包，就是不断有人会去写一些好的小功能，包括建筑啦、基点，现在连 ChatGPT 都有人写进去了，你可以里面直接喂它，我就觉得这很合理啊，他帮忙写一写台指令，我就直接丢进去就好。对，你就直接喂它说你想要干嘛它可以帮你跑出来，那你再把那一段程式语言继续接着顺下去跑你要做的事 ，OK 是可以做的，对，这是可以做的。好，那它有它的一些缺点在，但是它有它的优点在于说，我觉得它比 Rhino Grace Harbor 的好处我先讲它的好处，就是它基本上官方很好的把版本全部都中文化了，就它电池你碰上去全部都中文化，而且它的中文讲的很直白了，我觉得很直白，就是程式还是有一些你要思考一下什么东西。他还讲了，其实我在一开始最不习惯的部分是程式语言里面它所有的清单都从0开始，不是从1开始。所以排序里面我每次看到9号，我认为有9个物件，但实际上是10个物件这样子。OK， 好，所以它本身来讲，它的一些基本的模组其实是非常的清晰的它非常大概告诉你说，我有一些分析节点清单的节点核心几何图形然后这个是我觉得很有用的地方，就是你跟 OFS 去应用的部分，你在汇入汇出好用的部分，然后跟 Rabbit 生成的部分。那这些这些的一般来讲呢，其实我们会在讲说，在教学的部分，或者是你在运用的时候，其实它是一个好入手的，就是像建和兄讲的一样，我见得这样的，它就是一个电池接进来，然后产出去，那它就会在里面去帮你做这件事情的运算。我其实在很早之前，就是有一次，就是模型咨询协会在做宣导，很多年前的时候，我就参加过课程，所以我有点印象。我觉得他很棒，他肯定可以变得越来越强。对，但我会觉得说这件事情，他在变强的话是独强，但是他在做了一件事情之后，我会觉得他是一个更好推广，就是他在后来的版本，大概在2018、19的时候，他推一个叫 Dynamo Player。我觉得 Player 这件事情，它是一个影响到，我们待会会展示这件事情，它是影响到我们整体的变化。那很多人会问说，我会用 Rabbit， 那我会用一些外挂或 API 去讲这件事，会处理这些东西，或者是我买现成的套装包，但我没有需要去懂这件事情。其实你在写 Dynamo 的时候，很多时候是它帮你去重新复习这个软体的构造。你当然复习这个软体的构造之后，你的建模逻辑会跟之前不一样，会很特别，就是你会用就是我们一开始可能是用软体的角度去看，然后后来的话你会用专业实务去拆解，可是后来这边的话你会用程式逻辑去拆解它。是说我常常在解释这个事情的时候，我讲的都是网络上最好查的物件导向一个图。那今天这个东西又写得更清，因为它其实后面这个主体跟族群已经被列出来了，所以各位线上的朋友一定要注意看这个事情。我们讲的东西都是一样的，只是我们切入的点不太相同，但是它其实就是生成后面构造的所有的一个基础。好，那在这件事情上面呢，在一般的程式语言里面，或者是我们在学Dynamo的时候，其实最难或最痛苦的地方是跟 ChatGPT 一样，一个是你不晓得要喂它什么资料，第二个是你不晓得要它产出什么。那很多时候我们都知道说，我希望它自动化帮我去做快速建模，我知道说，我需要它去帮我把这个资料转成 Excel 出来。那这时候，可是你要知道说，它最后你要怎么转成快速建模？那它有哪些节点是？那它要怎么方法去把它转成 Excel？ 它有哪些节点相关？但其实一般人会先卡在这一关，因为虽然里面全中文化了，可是你要呼叫那些东西，对不起，你还是得 key 英文。没错，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会去建立一个东西，就是
这个角度，就说第一个条件来讲，我们要知道我们要执行什么事情。比如说我今天希望把我里面所有的房间或所有的橱柜，我希望一口气他帮我把东西抠出来之后，他帮我去转出他的 3D 视图，这是我要的事情，叫做条件这叫做我要的目的，这是目的导向。那接下来我们要去讲的，我们输入的条件是什么？我们输入条件是我们要把我们专案里面所有的橱柜统统呼叫出来，这是我们输入条件。当有条件有成果之后，你才去做资料转化，这就是我们平常叫做起承转合。没有，这件事情是要从合开始，有合有起。如果我们做好一个指令篇，全部握给 ChatGPT， 然后跟他用中文对话，就跳出来，好像可以。其实你要反复喂它，可以，可以对不对？你要反复喂它，可以。这件事情不要全部靠 AI 了。我只是在想，如何让大家进入这个门槛的时候，突然觉得其实有个解法在那边。对，所以为什么这件事情就是说，我们一开始会讲说，到底 input 有哪些？你要知道你如何把资料呼叫进来。对，你要怎么先把男生叫出来，意思是一样的。对，如果不知道男生女生的分别，就有麻烦了。对，所以我们一开始会有一个，就是说，到底有哪些是叫人进来的方法？你怎么去把这个人抠进来？那这件事情他学习其实是在讲一个东西，他讲其实 Revit 的架构。那比如说，为什么？比如我们在处理一些事情的可见性的时候，为什么有些我是从品类去关？有些时候我是从族群去管，有时候从类型去管，其实它有它的层次性在。然后像这种型的东西的时候，它就走层次性。那也就是说，回到一样，有时候我们会有分组的时候，我们不同的分组会有不同的处理方式。那说这边其实生活化也是这么说。那所以的话，会有输入的模组，那也会有输出的模组。那输出的模组是哪些是输出的模组？通常是我们要先去定义好，比如说，你能够执行出来的成果是这些，我们预期的成果是这些，那它里面给的是这些，这是你要知道的。所以有趣的是，要先会找问题，还要知道答案会是什么。对，不能说你不知道答案什么，我只知道找问题，那一样解决不了问题，对不对？对，没错，说得好。对，就是这样子，就是你要知道说，因为你有可能找到一个问题是它没办法 work。对呀。我讲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好了，就是说以前的自动建模这件事情啊，做梁板墙都有人见过，但是你找不到文献是讲天花板的，因为在 Revit 的大概在2021之前，它没有 API， 就是它的本身 API 是没有跟天花板有关。一直以来其实都没有，其实都整个内建的。对，可是到2021、2022之后，它其实有写了。那时候开始，你就可以用 Dynamo 或者用其他 API 去呼叫，然后自动帮你把平顶天花板。我们2020、2019在捞 API 资料的时候，真的捞不到很多资料很多东西而且版本一根就不能找了。对，这其实是问题，所以很多时候版本一升级，我们在写这个也是一样，因为它可能内部的 API 不一样的时候，你要重新去调整本身的这些节点。对，所以通常他们在每年不是会有个 What's New， 他在讲最后一遍一定会讲个说 API 的调整，哪些是取消掉的，我们会特别去看，这些取消掉有没有用到？你就要重来。对，你就要从我有哪些会用到它？有些我觉得有趣是可以探讨。那像这个是之前另外一个也是建筑师朋友委托我去做，也就是说我们在绿建筑里面我们有一个开窗方位的东西，对，他做分析，但你知道 Revit 里面其实它开窗的本身来讲，它并没有跟你讲方位，对，你没办法去判断，而且它也没有基准点啊。它没基准点。对啊，它怎么知道角度是怎么算？你要给它绝对值才能走啊。因为绝对值还可能变的，正北中南北不一样。没错。那所以这个大概都是转出去，我们会转到 GBSL 里面，然后转出去用其他软体去算的时候，还要给它指定嘛，不然它找不到基准点，对不对？是的。那我今天如果想要在里面我做试算的话，因为开窗这件事情，有效开窗玻璃面积这件事情，其实你在模型里面你是可以设定得出来的，扣掉框料这件事情你是可以设定得出来的。是的。但是方位这件事情，你不太可能一个个去算。当然，其实现在我们自己在做，如果做到大的小孩子也是蛮辛苦的。对，但是今天如果有办法，我们用Dynamo去帮我们快速跑出来的话，那这件事情就会有一个很大的帮助。我们把一个Dynamo呼叫出来，然后这个旁边再做运算。其实写Dynamo这件事情，有时候都会看，大家就觉得说，哇，这个好像写起来一个无字天书很庞大，但它其实是一段一段一段。等一下我们在讲3D 的视图的时候，我打一下广告。会更方便。这个讲的很简单，这个人写的这个书啊，里面超多厉害的东西。这可能不是那么简单，但是稍微练一下，绝对是没问题。OK， 好，在你讲完这段话的时候，陈思颖帮我们跑出来了。哇，太厉害了，太厉害了！他大概把方位角
中文、英文，然后窗户的角度通通帮我们写出来了。而且这件事情，在写这件事情，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在写程式的时候，有个东西就是我们要去除错或者是 debug 的部分。就像这种，我们有时候会故意去测试说，因为我们的确在造型中，我们会有一些外墙开口。那我爱开口的部分，我如果判断说这个是个开口，它不是房间，你不要帮我算进去，我开口的地方就会让它去计算出来，如果它是开口，它不是属于它不属于对外窗的范畴，它会秀出不适用，或者是说它就会直接秀出不适用。问题，这个邀请到这个地方来，我一定要跟大家问这个很实务的问题。其实我们在频道上也是一直在谈这个事情，就是说，很多人其实真的相当误会 BIM 是在建模型这个事情，真的相当误会。很多人都是觉得说，我用 BIM 就是可以建很漂亮 3D， 或者我用 BIM 就可以做什么样的事情。但其实真的最大的误会是，它帮你解决了什么问题才是主轴啊？很多人都搞不清楚。那现在我们解决了这个问题之前，其实定义那个问题很重要。窗户是什么形式？什么窗户是可以拿来计算的？什么窗户是不需要拿来计算的？什么建筑类型有什么关系？这件事情是不是也有解决到？这些事情应该来讲说，这些事情是我们实务上要去解决，对吗？对，这实务上要解决。其实我们要先定义完，再丢给他去跑，所以你要选对的内容。也就是说，分类完之后，把它做一个筛选，其实让它出来了之后，再让它去跑，对不对？比较偏向是这样子啊，应该这样，其实是要告诉机器说，这个东西它就不是属于对外窗，对嘛？对，这样合理，这样合理。内窗不能跑出来啊，内窗不能跑出来，那就命对就出处了。没错，所以我在模型里面，其实说这个内窗的话，它点进去的时候，它左边这里其实它是写不适用。太好了。对，所以就是这个它本身来讲，它必须要说，你要告诉机器说，我这个是对内窗，我是内窗，我外窗一定有资料。这个东西就是我讲的Dynamo 的一个分水岭，它叫做 Dynamo Player， 就是播放器。那播放器的好处呢，我待会来转给大家看。就比如说今天我去做一个 3D 视图，我希望把我所有的房间都捞出来，对你的案子啊，就是我希望说我把这房间里面的视图都 3D 的房间都捞出来，然后我依据房间去帮我切一个一个的 3D 图对，那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在平面上面，就像你会分工作图面啊、表现的啦、产出的图面啊，或者是原始图面等等，你每次其实都要不断的命名。是。那我简单的开一个视图来讲，那我现在这个的话是比较无脑，就直接就是你直接丢进去后，其实直接使用，那它会把所有的房间都呼叫出来。那比如说，它就会直接丢到这个 3D 视图里面去。它可以指定要丢到哪个分类吗？我待会就要讲这件事情。我们待会在讲厨具的时候再跟你讲指定丢分类这件事情。OK， 他现在丢完。帅，一次好多。而且他丢完的时候，因为我这个范例是之前有个业主，他告诉我说他需要，因为他们档案太多了，他需要把每个房间丢出去，然后他前面要挂档名，是就他们专案的名称，然后找什么什么什么大楼。是。那所以的话，这个东西同时他又读取了 Revit 里面的档案的名字当做前缀词丢到最前面去，所以这个就是你全给我的档案名称咚丢进来。是名称嘛？对。但是如果你要一个手工做，就是复制贴上。对，没错。对，然后包括房间的名称你还要自己打。但像这种自动化跑完后，它就帮你直接跑了。OK， 它可能房间1、房间2、房间3，类似像这样子。酷耶。那或者是厨具这样，然后它点出来之后 ，OK， 好，这就是一个房间的一个切块。那我们稍微看一下，那当然这种的话，因为它是用房间边界去抓的，对，那所以的话，它就挂天花板那挂整个视图的外墙的部分，稍微调整一下，我们稍微拉一下，可能外墙可能要看天花板或者不看天花板，也稍微微调就好。可它一口气就可以帮你把所有的房间都全开出来，太棒了。对，那像这种东西的话，其实你会用，像刚刚我们边聊，机器就帮你整个跑完了，那接下来你就是找人去微调而已，也就不过是如此。所以像这种的话，它就是会变成是有助于我们的生产力，因为你平常在做的时候，你有可能会房间太多，你会绕高，到底这个有没有破到？这会有可能发生的。因为今天有很多我们群组课程学员在听我们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事实上，因为建筑师、建设公司、营造厂、室内设计师的切入角度其实真的不太一样。是。那室内设计师在画图的时候，他们往往会有2个方向。第一个比较大的方向就是我要呈现出很漂亮的设计美感，然后我要让我的这个 3D 的东西，让我的施工的厂商或是让我业主能理解它在呈现什么事，这是第一个主轴。所以对他们来说 3D 的内容它其实要呈现的是第一件这个事情。而第二件事情就是什么？透过这个 3D 的这个区块，在我的图上
去呈现、强化、说明我要施工的内容。那这个东西切这个 3D 角其实是效果比较好的，但是我们切换哦，现在切换到第二个角度，切换到第二个角度就是对于施工厂商来讲，你给他 3D 他是无感的，没有感受哦。为什么呢？对他们来说那不能施工，但是他可以理解啊，他可以理解这种状况，所以他没有感觉，他可以拿来用，可是他可以理解了，所以他就产生了很好的作用。所以在切这个的模型啊，跟你刚刚切出的角度不太一样，就是其实我们不用每个都切，因为你知道吗？假设你今天有个房子40平、60平好了，其实你不是每个东西都设计到，是对，你储藏室不会设计吧？佣人房可能不会设计嘛，对不对？你的厕所可能已经建商卖，你都弄好了，你的天花板都装完了，你也不用设计嘛。所以有些空间不用设计的，那这个时候他帮我们早点切好，好处是什么？切完我不要就好了，所以这真的很棒。但是我还是要跟大家回馈一下，因为其实我们课程学员真的他会去切那个东西，其实是一个程序化。我再跟你继续聊。像这种东西的话，就一样，所有东西要审视都是结构，结构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像这种的话，可能我们会有那种，比如说你就可以在房间里面有2个是设计跟非设计。那我在切的时候，我就直接把非设计都过滤掉。对，这是一个方式，或者是你关键字厕所、佣人房过滤掉。写死在里面就好了，那他以后就不会帮你跑这一段出来。没错，对。因为有时候我们建筑的时候上空的话是基本上每个都要跑。OK， 好，那我们现在讲到橱柜的部分像这个我待会会把 Dynamo 的整个节点秀出来，但是先看一下为什么我会说 Dynamo Player 它是一个改变我们运用的方式，就是你会写，可是你要丢给你的 partner 的时候，他不会改。因为他不晓得你写什么东西。所以 Player 是拿来改的，对，不是拿来做的，不是拿来是的，它是拿来改的。比如说，我今天我可以选取说，我今天不要展示橱柜，我今天想展示家具啊，就选改成家具。所以你点 Revit 的时候，这写家具，你就改成家具，它就直接帮你把所有的家具都抓出来。那是名称品类啊，制作来源，那就是我们自己打的，对不对？都是我们自己设的吗？自己设的，这个名字都是你可以自己设。那就是可以自己设参数的感觉。对。但是就是说，你可以去设之后，然后让你的同事去找很好写这件事情。就是他找在这边，有些是 key 的，有些是下拉式选单，有些是用那个 slider bar 去拉它。很酷诶。对，但是我知道这个也是可以自己设的。对，可以自己设。那我稍微展示一下这个的跑法。就是比如说，我一开始去设定它，那我希望把我的所有的橱柜都呼叫出来。所以他会看到哪些地方已经做完了。对。那像这个设定的部分就是比如说这个我希望今天是用橱柜，我就留着橱柜。那你刚问的第二个问题是，我想要知道说我要放到哪一个 view 的群组去啊？那今天的话复制视图来源，比如说我今天想要丢到3D 的这个范例的群组里面，我就改成到创了一个就丢给他，对，告诉他说我就是要跟这个家伙在一起，然后他就会帮你丢到这边去。所以比如说我现在想要丢到哪个群组去，我想丢到 3D 的群组去，然后我就告诉他说我想要丢到 3D 的视图。OK。其实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会变成说我们在拉剖面框，其实我们用手工去拉绝对会最精准，绝对会最精准。对，但我会想说对，但是有些时候比如说你可能在计价上或者是在一个沟通上面，你可能比如说这个玄关柜啊，你跟你的客厅柜要整合展示，但是我们在建模的时候分2个，所以视图上其实它也会分2个，它是告诉你的逻辑。所以我们下拉选单一拉的时候就可以说你就去抓到你全部的图。它是抓全图，不是单纯只有抓 3D 对不对？对，你是 views 这视图全都抓出来，但是你想要分到哪一类，你就告诉他说我想要分到 3D view 1的这个群组里面去，分类里面去，然后待会大家跑的时候，他就会帮你转到那一个区域去。那比如说因为我们建这个的时候，我也不会只秀这个家橱柜嘛，我一定大概会把地板啊相关的其他的墙面或者窗户的位置大概秀一下，所以我们会预定说我可能我的墙是多厚，或者是我要往外拉多少，让它会比你的橱柜的范围稍 offset 出来一点点。对，那这个指令就是在处理这件事情。所以墙厚多少其实每个人不一样嘛。对，所以它是等于是我要跑某个东西，我可以先设定好，再让它去 run 这样子。没错。那其实你这个设定好之后，你的同事大概照这个逻辑，他可能说觉得这个空间要在更大一点点的范围，他就把墙厚再往上拉，你的那个框就会变得更大。你看很有趣
左边这边就是这样的。这个左边这个 Work 3D 跟 Work 杠 3D 是我在教课的时候特别做给大家看的，我要让大家知道说命名不一样，结果就不一样。对，哎呀，它排序上面不一样，但是这件事情就是说，这里面我们在最后产出的时候，这两个，因为我在命名的时候，你一定会命名，比如说这是玄关柜，然后前面你某某某某玄关柜，对，然后3D 视图，那或者是某某某某客厅的电视柜3D 视图，所以你在写的时候一定会有个我在前缀跟后缀，我前面要怎么叙述，然后中间是这个柜子的名称，然后后面的视图你要怎么命名，所以在这个写的时候就是好。比如说您有一些视图你会写您这边的简称 YT 嘛，那比如说我这边的话，我希望写说这是在一个一样，我就写个 work 用的或者是我写个 YT 或写个 test 这样子，那我只要去打它比如说我写这样子 OK， 那这是我需要预设的一个前缀词的部分。那我在后缀的部分呢，就在视图后缀部分我也可以去设定它就是剩 3D 视图这样子。那我们看一下上面这一块，因为我们待会是会跑到 3D View 1的地方嘛，所以就在输 3D 视图输范例这里你按执行之后 OK 左下角这里就帮你跑出来了所以它其实有几个好处是，它同时帮你把命名标准化。对，这真的很棒，真的很棒。就是你的命名同时就是一致性的。产出什么告诉你？对，那同时它的清单就告诉你说，你大概跑出这几张图，你可以稍微对一下，对不对？它产生的成果就略微是这样。当然一样，它可能跟你要的范围不会很相近，但是你知道稍微微调，很棒啊，这真的很棒，就已经可以使用了。这个是比较深的部分，就是说，我们自己在做开发的时候，其实我们Dynamo会有一个群组化的东西。那群组化东西就是我会知道说，比如说这个颜色的是我有 input 的部分，那橘色就是我刚刚创建的视图是在 Revit 执行的，所以我会把这个东西确认执行的。那出现卡关或问题的时候，我很好知道答问题出来哪。这有点像是在程式他在写一些代码的时候，他前面写个 note 或者注记说这一段在处理什么。那因为这是视觉化的东西，所以你就会有一个视觉化的一个呈现去呈现这些东西。那你在过滤的时候好过滤。可是你说你希望每个同事都懂这个东西可以使用，有没有困难？其实会有困难的。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把它转化成咚咚咚咚咚，你就只要改这6个地方，你就可以跑出你要的东西的时候，那这个门槛就变得非常非常的多。请教一下，这个也是要做完才会有 player 嘛，对不对？没错。只是 player 就是帮你把节点抓出来变成这个控制器。那真的蛮好的。就是你可能只需要1个人或2个人会写的时候，就是他知道怎么调了，他知道怎么调就好那你他知道怎么用了，就是一定你要用，你还要跟着会写。对，你要每一科都懂。对啊，就是老师你不太可能每科都懂。这个其实有点像是在写网页的那个 CSS 一样。对，没错的，架构的部分。对，就是你知道现在的，我觉得现在从业就是很辛苦要学软体越来越多。这个也是要自己写，对不对？其实它可以Codebug 是这样，其实它可以用这个去写，像这些节点去写。只是有时候我为了简洁的话，我用 Codebug 去写。那写的里面其实都是一些加减乘除，比如说2乘多少啦，然后就加个公式嘛，就写公式而已。其实这就是个加减乘除而已。它本身来讲，你习惯之后，它没有太大的门槛在。只是因为这样写，我会让我整个画面简洁掉。对，我们其实有很多同学大家都听过了，当然我跟你讲，没听过的还是居多，因为我们都是同业界的人嘛，大家都这个圈子，所以感觉上这件事很常出现。可是其实对于这个业界，但是没有理解 BIM 的人，其实这件事是一个很陌生的东西。那么陌生的状况之下，他们想的东西就3个主轴第一个我就跟你聊过，就是第一个事情是我要如何能够快速的拿到现成的来用。他们要的就是能拿来解决问题嘛，这第一个问题。那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我拿来用之后我要怎么修改，看起来 player 可以解决的。那第3个问题是，我如果要咨询这个事情的时候，我能够跟我拿来用的那个人问吗？或者跟拿来买的那个人用吗？我为什么要这样问呢？我觉得这个东西很有机会成为一个 app 的感觉有没有机会你觉得？我会觉得说，它其实就是我觉得一半一半，就是说，其实你还是要会一点点调整。对，你还是要会一点点调整，你没有办法完全，它比较不像个全自动，就是你手机买来直接可以用，那你还是要做很多的设定调整。这件事情其实普遍的一个状况就是说，现在已经越来越多事务所，Grasshopper 以外，那像这种型的技能其实是一个门槛在里面，他会希望你能用，他希望你能用会用。那
第二个就是说，其实在就是比如说在 AI 或者是在一个自动化上面来讲，其实业界已经到了一个不得不改变的部分。对啊，很多时候我们今天讲的是一个自动化，但是戴纳摩里面有很多东西其实在做check，它会帮你检讨说你有没有什么东西见错不见得是我们说实体见错，有时候是不合理性，比如说我们检查一些管道的净高啊，或是楼梯净宽啊，或是这个符不符合某些的法规或什么的，其实我们会写那种，或者是车道的超高，我自动帮你跑完之后，我顺便再帮你抓一下它上方的梁到底过不过，像这种东西其实都已经我觉得都算是蛮多公司都已经在跑的，我们本身都有在跑。对，那所以这个东西player 的部分它可以解决，就是说如果你的流程是固定的，就比如说你的橱柜全部都命名成橱柜，但是有些人如果他橱柜是命名成家具的时候，对不起，他跑出答案。因为所以它 play 的部分你一定要把你的流程不一样的地方要先定义对，定义清楚。对，所以我才跟你讲说我需要一套你的模型，我要去里面读，这样就会读得到啊。对，我要去里面读，我才知道你的架构。BIM 的 information 就是要这样玩啊。是，对啊，对，因为过往真的在其他软体尤其是只要是几何的单纯出模型的软体，它其实是没有定义的，它就是要你把东西表现出来而已。其实跟现在 AI 的 Midjourney 其实很像，但是会越来越多人知道怎么下指令的时候，他就会去反思我的指令对或错嘛。这其实也是指令的一种，这个也是指令，只是那个是产出一个相当夸张的品质的东西，会让大家趋之若鹜。而这个东西其实可以拿来卖钱的，可以拿来工作的，可以拿来实案的，它应该也是很棒的东西啊。所以很棒。我会，然后学不学解不解，就是说他有没有办法？其实就像我刚开的这一支，是你就可以立刻用了。对，看呢，你就调整一下你要选哪个品类，然后你到底旁边你要 offset 多少出去，然后你前面要什么名字，后面要什么名字，告诉他你要丢到哪一个3D 视图的 group 去，一选完，他啪就帮你找出来了。对，像这种型的，你说讲完后大概就绝对可以用，无需什么任何学习门槛。这个绝对是有一些一定是像是即时品的，但是有一些比较复杂的，比如说我们在讲说我要去刷一个房间的粉刷面积的，那这种的话它就有涉及到我是平顶，我是板体喷漆，还是我上面这一块量测的部分我到底抓到天花板还是我抓到墙面去，每家公司计算方式不一样的时候，你就必须要因时制宜去修正。其实有个很有趣的地方就是说因为室内设计这个群体其实人数真的还蛮庞大的，是，但虽然庞大，但是这个有个非常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室内设计师其实他的背景几乎是不尽相同的。室内设计师其实有建筑背景的，室内设计背景的，但也有很多是机械背景的、景观背景的，是，甚至他是什么背景都没有，他就是做很多年的室内设计相关的工程工作，他就可以来做，而且做的其实都非常非常好。所以说我们回馈回来这个事情，它的真正的所谓的，我认为专业的学习的背景知识并没有这么深，它反而会回馈到人性的事情上。举例来说，我今天要做个房子，我会去找得了满都是讲的设计师，还是我会去找他的广告上面或是他的阐述上面都是我如何去照顾你内心的感受的这个设计师，一定是选后者嘛？或者是你家让他做出来就满满都是健康的，你家让他做出来满满都是快木香的，你家让他做出来满满都北欧风的，这种人可以说是很人性啊。跟所谓的建筑或者是跟所谓的工程，就是我跟你讲这个盖出来多少钱，我跟你讲这个东西多厚，我跟你讲这个多重，听起来就天壤之别，你知道吗？所以我个人觉得我真的觉得其实 Dynamo 它好用的地方在于帮助设计师在画图的时候更简单，绝对不是我们现在认知的让你可以自动把图画出来。我觉得这个观念一定要跟大家分享，一定要跟大家先讲清楚，因为其实很多人还是会误会说现在用了这个 AI 之后我就可以自动画出图了。我跟你讲，画出图最悲惨的是什么？画出来那个业主如果答应，你还要跟着他画出来，你要描出来给业主看，不然业主说你没有认真，他就开始质疑你是不是用 AI 做的了，那就麻烦了。你说出个重点，就是AI 这件事情呢，你去查，我觉得你如果查去年年中是到今年上半年左右然后你把它当作关键字，然后跟室内设计的英文一起查，那你会发现它最大的用途，它在于效果图的呈现。对，就是说，你可能原来你的空间很素，然后它可以帮你判断说，我这里可能布光要怎么布，
或者是我这里有一些什么造型的家具啦，或者是加配等等，它帮你有点像是你在后面做 Photoshop 的加工的部分，对，它帮你用 AI 分析出来，因为它只要喂它足够多的图，它知道这边是窗户面，这里是亮门面，然后这里要怎么打光，或者是我建成大概天花板上面，我原来没有去做这些间接照明的部分，可是实际上它知道，它为了很多图都知道这边要发亮，它就会帮你发亮。是，那这件事情就会涉及到说，你说自动做设计，哦，对不起，这件事情到目前为止还是不容易，有困难。其实我在就是国外看到一个网站就是它是一个公司，它叫 SW 开头的，它是真的可以，你给它一些数字就长出所有的校体模型、空间模型、建筑模型，而且直接整个图全部产出来。但我个人觉得那就比较不像 AI 啦。老实说，我觉得那就是自动化，本来它就可以做这件事，是没错。只是没有人花这么大的体力跟精神在前面把所有参数都解开来，就像你刚刚说的结构化的这个问题。所以我也跟频道中和大家来聊老实说 ，AI 的智慧这件事情还是源自于人类的，是，就是人类先把所有东西写出来，但是 AI 最厉害的地方是什么？它可以源自于你的那个参数，自动生成别的东西，组合成个新的答案，那才是真正的分水岭。但是我觉得我们在里面前面在做的事情还是比较偏自动化的，所以今天也有人在问就是有人在问这个问题，就是说，既然都已经可以 AI 了，为什么还要学这个？这个也蛮值得你回答看看。应该是说，现在 AI 还没有办法到你不学这个就可以去死 AI， 就是还是回到我们刚才讲 ChatGPT 的，你不晓得你要下什么给他，你对，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比如说品类、族群、类型、实力，如果你连这个构造都分不清楚的时候，你无法跟机器描述说你现在要产生的是什么。我问你就举例来说，这个我现在假设我们把场景往后调个10年好了哈，现在这个软体上面有个语音键或是个输入键，跟他说，请帮我剖出这个房子的所有空间的 3D 图说，他就会去把我们这个文字的这个关键字找出来，帮你做成这个事情。那这件事情其实因为透过 AI 的自动学习嘛，他会去理解这个，可能会去，当然用英文写的当然他会去理解这个地方房子 3D 图说的这个逻辑，可是他不一定知道什么空间。但不过你觉得这个是有可能吗？我会觉得有两个问题，就是说，比如说你看你的图里面你很多时候你的客厅的活法旁边是餐厅的时候，你会从餐厅那个角度看过来，看到客厅电视墙外面的阳台的窗户。对。但是今天如果它旁边是没餐厅的时候，有时候它可能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跑进来。对。你从外面往内跑，参数很多了。对，其实这件事情涉及到是你的美感。对。你的美感。那这件事情美感很难做，为什么？我简单讲，如果今天我们一个卧室，我们的衣柜是在床尾的这一条的走道的地方，那你要剖大概从窗外剖出来。可是如果你衣柜在侧边，在开门的右手边或左手边的时候，你大概就会从床尾这里剖过去，你的视角会这件事情机器有没有办法学到？我觉得足够的资料量，它有办法学习到。如果它有重复的资料都是这样呈现的，应该是可以的。对，你就不断会，它其实会突破那个门槛。就是现在其实 AI 的画图会有几个地方，就是它手永远画不好。手好了，手已经好了，已经筷子跟手已经好了，手已经 OK 了。现在是跌倒人你看到会有一个人头抱着一个小孩，对不对？结果两个爸爸的人头跟小孩人头一样，就有这种状态。他可能还没办法把这个分得很好，可是很快，他才几个月而已。我觉得很快那很快啊。对啊，我知道现在他们比较大的门槛是跌倒。AI 它对于跌倒这件事情，老人跟小孩有时候他也分不出来，也不太清楚，也不太。因为我有在研究了，但是我觉得我们的角度是参与这个洪流，并且理解它，而不是觉得它一定会取代什么。我觉得网络上太多那种取代这个事情，我个人认为，创造性的事业其实还是蛮难被取代的，因为创造性的事业跟人性有关。所以说，我们还是回到你今天的主题这主题，因为其实第二个问题也蛮值得我们去探讨的，就是说，那入门时间和入门的门槛要怎么样突破？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来讲我就问大家嘛，我拉近一点买了这本书 K 了多久就可以吗？还是说我今天可以去上你的课，我就可以解决问题？还是说我今天其实可以请什么人帮我创造这个东西，我来用就好？你觉得呢？我会讲说3个方向其实都可以，就是最后你会发现是殊途
我觉得最后会殊途同归。我们做教学的人，其实目标都是给你一个钓竿，而不是帮你把鱼钓起来。我觉得会有个新的概念，就是说，比如说 Dynamo 到现在啊，它里面大概电池我算一算，大概可能有超过300颗，而且全英文了。所以300颗、300-400颗有那个变化还真是多呢。对，300颗左右。然后它有它的分类逻辑，这全英文是。但是我冒犯问一句，吴建文，你知道 K 的所有的指令吗？完全不会 K 的。OK， 你看完全不会。Ruby 呢？有些很细的设定你会去用吗？没问题。你也不见得。我觉得设定应该有好几千个，可是我们用的可能就200个而已。没错。对啊。所以其实我在最常用的一样还是20-80，大概只有20%是你最常用的。你起手大概就那些跑不掉，然后出去的就这些跑。你有问题的是中间这一段，就跟我们车上的仪表板一样，没错，一堆指令你搞不清楚啊，所以现在都不出现了，那个什么灯都不见了。不需要。所以其实学习的时候一样，我们会去有一个东西，就是切入点。你今天要解决的是什么问题？那这个问题的话，它好几个层次。比如说我刚刚在讲，我们去做3D 视图这个，它够无脑了。对，它真的够无脑。你只要把东西拿回去，丢到你的Dynamo 里面去，把那丢到 Dynamo Player 资料夹去，然后按了，它就同理可证嘛。如果说今天我开个新专案来讲，新专案的，因为其实我们的课程是希望同学做完一个案子都当成个范例，当成下一个的优化的之前的底稿，然后不断的优化，这些也是人类成长的一个必经过程。但是你这样看起来，完全有可能是开个新专案，我就可以把几个 Dynamo 做好的东西，比如说把平面图纸抓出来，把立面数抓出来，把剖面抓出来，把 3D 抓出来，直接把这件事搞定。你要做的事情就是把原稿先建起来，甚至我这样听起来很有可能可以，我输入个 CAD 之后，把 CAD 的几个线抓一抓，就可以自动长出该有的那个空间原稿，对不对？其实应该这么说，它可以做很多的事情。那这件事情的前提在于2个东西，一个是它 API 的接口，就是它 API 一定要有。这其实是我们在开发中一个最原来的那个资料对找得到。它原来它的背景，它的确是可以这样去 work。对。那只是说我们是用手工一步一步做，还是我直接把资料喂给你机器去帮我一口气大量的制造？是，这是一个。是。那第二个的结构是在于说，它很多时候它需要一个是你的一个专案流程的管理。就是我刚才回到您的命名原则跟其他人命名原则不一样。那这个每家公司甚至他在做不同专案的时候，大中小它有不一样。对，当然。那你自己一定要知道细微调整的是你大中小到底要抓什么东西。是啊。这个东西我就会倾向，他没有办法真的很客制化。当然你可以告诉我说你们家样板就这样，我就帮你去客制它。可是其实这个是我觉得不需要，因为真正在去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它产生的价值也不一定相同。你今天在解决集合住宅的图，它的基数大嘛，所以它所获得的那个能量很强。你今天解决一个30坪的小住宅，你这样做，它感觉基数就很弱啊。就一个是解决可能好几千万的事，一个是解决几百万的东西，甚至可能几亿的东西，所以这2个的切换也是不一样的。是，但是终归来说，我们还是要先把问题找出来。可是有一些小东西，我觉得殊途同归。比如说我们来看这个范例，这个范例我一样是用您这个的部分哦。那我们其实在做 Ruby 里面，你会有状况，就是说你在做视图，你在做图面的修订管理这件事情。对。那有些大型的小型专案，我觉得可能不太会用。可是你说大型的，不论是建筑或者是商空案件，大概都会有版式修订。是。对吧？可是 Ruby 你也知道，它版式修订，你把它抓出来，它只会告诉你每一张图最后一版的修订。你中间可能修订了3次或4次，它其实历程上它没办法告诉你的。对啊。对，它没有办法像我们 CAD 里面就是我一个 list 到底这张图是第1次修、第3次修、第5次修，它没办法，它只能告诉你说我现在最后做一版是这样子哦。但是如果你要去回溯说到底它在哪几次有跟动的时候，你根本是没办法。但实务上我们需要的是这个历次的一个变更历程的时候，我需要去管理它。比如说这张图面上我知道我是第2次跟第4次修订的时候，那我如何去有一个表单去控制，或者是去把它整理出来，就是说我这张视图其实修订了在这2次历程中修订。那这是涉及到2个动作，一个是我们需要去快速的把我们的历次修订版次写成一个参数都到 Ruby 里面去。那这件事情其实是个套装的，当然你可以用专案转移去把它套过去，可是有时候你就是这个专案有些特定的栏位，你又不想一次一次写的时候，其实你就可以自动化
针对某个物件，然后你放 Excel 里面去，你就直接把它喂进去给它。那当然这里面我的范例是我创造串串参数，我是使用 Ruby 里面自建的，所以你看我让跑完之后，我的图纸的左边这里，它就会帮我写出资料的地方，就是我总共有修订5次。好，那接下来这个动作成立之后，就是一样，我们先把栏位开出来。那只是这种栏位我不晓得几个，所以我自动化直接把它交出来，就是我需要把这几个栏位统统写到图纸的一个参数里面去。然后接下来就是我去识别这张图纸上到底有几次的修订，哪几次的修订。所以像这张图纸上会有第2次跟第4次这样2跟4的部分。那我再写回修订参数，他就告诉你说，这个上面2跟4是有圈圈的，圈圈出来了。那也就是说，我们去看其他图有圈圈点的部分，像这张图上总共修订的第2次、第3次、第4次，它就2、3、4各自有它的圈圈在。那这样子的话，当然不是我们最终的目的。那我们的目的就会做哪件事情？我们又回到原来的那个表头上面，我们在各个地方有修订的部分，在图纸的资料库，在图纸的资料里面，有的时候我们在明细表上就捞得到嘛。所以我们回到这张明细表上面，我去把我的这些修订的次数通通抓进来。OK， 确定之后，它就有圈圈都帮你秀出来。对，所以说，这在以前你在做 CAD 的时候你会做的事情，但是 Ruby 因为本身来讲它没有这个功能，所以我们后来就会建议取代。我停一下，线上人问一下，有在做这件事在室内设计的，帮我按一下1好不好？或者按一下 yes， 我看一下，我们统计一下，到底室内设计有没有在做这件事情？对，我必须说实在话，这建筑人会做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必须要分得很明确。建筑人其实在做设计的时候，尤其是建筑师当然建筑师他的切入角度就是在设计阶段前啦。可是台湾有个很尴尬的地方，就是我的设计图或者我的建造图根本不叫发包图，不叫 shop drawing。是，那发包图其实应该营造厂画的，可是营造厂都不会画，他又回来丢给建筑师画，所以建筑师变得很两难。但是室内设计师不太一样，室内设计师是我画的东西就是现场施工的依准，或者是我画的东西就是现场工地的参考基准。所以这件事情对设计师来讲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 key， 就是什么？我能不能够通过这个表跟屋主要求变更设计费？但是这个东西还蛮值得我支持的，因为这个东西如果在后面加入个业主签合表，哇，那就没有价值了。但它就是在一个做管理上面或依据上面会清晰啦。当然我讲说就这年图来说，室内设计的确我们说做住宅这种私人案的话，其实你就能讲的比较少见。然后在大型的图说，我会觉得可能它主要接近像百货公司啦、商空啦，那就用得到啦。那就是那通常也不能是室内设计师一个人，所以一个小团队完成，那通常都是要组合好几个不同的这个技师才能完成。那都比较像是一个整合统包的逻辑。是，对啊，所以这个如果用到那里应该是蛮棒的，因为那个修订的机会超高的。而且这个要回归到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做 BIM 的人其实很容易会要记得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最终的目标是要让模型可以拿来再利用。可是其实过往的 CAD 档案根本不能再利用，画完这建造完就算了，那到施工图根本就对不起来。在 Dynamo 里面其实就是会有类似像这种类型的运用比如说像类似这种型的运用，我想就会是多。去年我大概跟台湾欧特克原厂合作的一个，就是属于他们叫做 Ruby 的教师回娘家，是针对教师的课程。然后对，那就是说那时候就准备了大概10个简单的运用。那我要提的就是说，像 Dynamo 里面的话，它没有办法丢个节点告诉你就很无脑，它还是要告诉你一个使用手册，就是我这一颗1号、2号、3号、4号，我7号这件事情到底它在处理什么？到底为什么我要去做这件事情？那它在说明它的原始意义是什么，然后它后面为什么要处理这件事情？所以它其实是在一个，我觉得还是在做结构一个模型，结构一个流程。那这个结构的话，不学一样可以做，但是结构完之后，你对于整个软体跟你整个我想建模的流程，它会有很大的转变。就是我开始会用程式的角度回去思考这个流程能不能更优化。对，最后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也蛮值得跟你讨论看看的，就是说，那在做设计的人，或者是在做施工图的人，其实过往来说，在建筑来讲，它其实可以分出来的。有些人就专门画这平面图，有些人是专门在画施工图，有些人专门在做净土设计。但室内设计很难这样玩。其实某种程度来说，在台湾目前比较厉害的设计公司，它拥有比较厉害的工班嘛，它可以把基本的图完成之后，叫工班去解决现场问题。但假设都没有这个状况的前提之下，
他学这个软体再搭配这个东西，他的脑筋的运用会不会有什么障碍？我觉得学这个软体搭配这个东西在脑筋上的运用，就我再换个比较不一样的说法，就是说学这个画这个图，对很多人来说，从 SketchUp CAD 转到这边来就已经很不一样了。是，好，已经很不一样之后，他就觉得他已经要适应这个事情了。结果我现在突然跟我说，你再加一个 Dynamo 给我，那这个角色他所切入的点，能不能够让他们感觉到这件事是很顺畅的？我举个简单的例子，Inkscape、Twinmotion 现在在 Render 上面是处于相当简单的事情，所以它已经直接要进到另外一层次，就是反正我开什么就出来。但是奇怪，就会有些人 Render 出来很丑，有些人 Render 出来很真。那 key 出在哪里？其实 key 出在选择材料还有打工的模式嘛，使用真实的模式，但很多人听不懂。没错，所以现在 AI 就会帮你自动打工或自动解决嘛。那这个呢？我会倾向的话，就是说它还是一样，20-80，就是你事务所里面一定要有个人是熟的，他在做一些微调的时候，他知道这个东西要怎么动，他还是要有你在至少要有个是熟，所以不应该是全部都一个人在玩啊，对不对？对，我觉得全部就至少要有个 team 嘛，2-3个人，然后有一个人稍微会一点，那他可能可以请教专业的人，譬如说举例来说，假设他可以就咨询到很厉害的 Dynamo 的专家啊，那他自己写的是看到问题，请他抓 bug， 然后付一些重要的顾问费。那抓完 bug 之后，他会调了，接下来他把那个 plugin 做完，其他人去运用，提前这样比较合理，对不对？这样会比较合理，它会比较合理。这样我觉得大家，我们线上其实我们课程学院很多公司老板，其实这样就可以让他觉得这件事值得投入。为什么？因为如果我们用很基础 level 的角度来讲，基础 level 叫什么呢？所有人都是想要什么都学。我认为这件事情不合乎现在这个时代。因为你今天会开车，不代表你会开卡车，你知道吗？是，你会开车，不代表你会开吊车，你知道吗？这个逻辑不一样。不用说我什么都要会，这个时代可能不是这样的，对不对？这样合理吗？可是我觉得 AI 出来之后会出现一个事情，不是你什么都要学，你要知道怎么学，不是只要知道你要解决什么问题。所以我个人觉得，在这个分水岭，这个时代分水岭上面，我们会要升到另外一个层次，就是我先把问题找出来，再去选择我要找什么人帮忙。如果你连碰都还没碰的 Rubix 碰都还没碰的人，你就只能去解决法规的问题、建造的问题啊，你去解决这个公务的问题。但是如果你今天知道这个问题，你就等于接近了这个门槛啊，你又会哇，那就不一样。所以老板们的角度来讲，从老板的角度来讲，我觉得可以去用个切入点，就是你知道怎么合理分配人力的事情。举例来说，还没有Dynamo知道怎么样创建的事情，我可能那个事情我需要4个人力。那我再往前推哦，如果我今天是4个人力的在 Rubix 的工作，回到 CAD Schedule 可能要8个人力，甚至10个人力。那从4个人力，如果我知道找出问题来之后，4个人力可以瞬间变2个人力，2个人力的差别，你没有浪费那2个人的生命就算了，你还节省了很多不需要的人力成本，值得。它是在站在两件事情，就是省时跟省力上面。那省的是自己的时间，老板时间，可是省时这件事情，它会有帮助一个角度，就是过去因为设计产业或者是施工产业的制图，或者是我们讲说检讨这件事情，因为你一定有时程压力，对，所以你因为时程压力下，你可能没有办法做到一个最完美的方案，或者是你可能就只能做这个，你就走这条路可以选。因为就像我们刚刚讲的，你可能要用人工去填那个 Excel 表，对不起，你可能1个礼拜才填得完，我就跟他同1个礼拜，而且要改的时候很痛苦。但今天没有 Excel 表来弄进去，机器可能1分钟2分钟搞完，那你就不会再害怕业主跟你讲说，我要改这个，我要改那个。对对，真的。对，其实你的方案或者是你能够调整的弹性，或者是你的一个利基点，你就跟其他人是拉开的。因为其他人可能因为时间资源没办法做这个尝试或投入，可是你因为你用机械、你用程式员去帮你做的时候，你有个很大的可能性，因为你的成本比别人降低太多的时候，你就可以不断踹。业主会告诉我，他想调这个，他想调那个，或是他想产出哪个资料，别人跟他讲不行，对不起，我们程式刀一刀就出来了。我可以最后一个问题吗？这个问题就是，其实我们整个的学 BIM 的人我认为因为我现在接受到学生的课程学员，其实有比较明显的3个族群我想第一个族群就是设计族群，这也是我们比较认知上的。但其实有2个族群用这个东西用的实务性很强。第一个就是建设公司族群。建设公司它其实它的目标就是节省成本，或是找出成本来。OK， 这是第二个嘛。那第3个就是机电技师。机电技师这个事情，其实他们是要解决碰撞问题，
然后解决相关的后续图问题。你能不能够帮忙这两个族群的人提出一些案例来，让他们觉得这个事情很棒？因为其实我们的里面的人也蛮多这样的人的，蛮值得可以探讨看看。我讲几个简单的范例哈。我们常常我要先讲底下这件事情，其实在所有它跟写程式或者是我们在做一些开发一样，其实我一开始不会去写 Dynamo 的节点，我一开始作业其实是做底下这个东西。流程里面我要先设定我是汇入资料整理架构，我要先出来，我才知道我前面这个要吃什么，后面吃什么，我中间要搞什么。其实很多时候最难的其实是在这一段，就是我们很多时候其实在写这个东西的时候，它需要去开一个这么大的架构庞大，而且这种东西很多时候你的资料来源的汇入方式，我是直接吃 K 的，还是我从 K 的里面我去把那个 data exchange 把它汇出来之后转到 Excel 再跑，它都有不同的逻辑。是，那这个逻辑我要讲的是说，好，我们回到刚刚这个范例来讲，我常遇到的状况，我建模之后，我需要把模型里面，我需要把粉刷资料 10db 要抓进来。对，它抓进来的时候，其实它会是一个你如果是 K 的版本，你 K 的可以转到 Excel 去，它会是一个它会是一个 CSV 的，然后或者是它本来就是 Excel。如果我们可以自动化的把它 Excel 喂进来，直接就写到我们的模型去，而且你今天就可以不管说我今天要写的是一个材料的名称或者是材料的代码，我都可以很好的去写入，它会造成一个就是我们很快的就可以去做好这件事情。就是你就不用在意说我今天要改，那我每个空间要去对照说我这个粉刷的编号要去改，而且有没有改到又是一回事，有时候还是会东西多还是会漏，这是一个。这我觉得在一个事务所里面，它或者说在业主方有用的是这个。比如说我们有时候在做，因为我们就那个土木技师在问啊，他说明造厂在做这个事啊，他就在问怎么把梁下面的东西算出来啊。OK， 超难算啊，用这个就应该可以算出来才对。他会问这个事情的时候，为什么我会说你了解 Dynamo， 你会更了解 Revit？ 就是 Revit 要出两个状况，你的房间的这个体积里面或表面积里面，它有两个，第一个它不扣中间柱，对，所以它只有四周皮。可是问题是你在刷粉刷的时候，中间柱要不要装？它就只能找墙，但墙有时候那个距离又不一样。对，可是问题是此外，你中间柱的地方要不要装？你的粉刷面积其实包含中间那个柱。对啊，凹过去也要抓啊。对，可是问题是它的体积其实抓不出来。抓不出来啊。所以如果你今天用 Dynamo 做的时候，我们去跑这个的时候，它可以去帮我们去跑出来。写到 Excel 去，然后我看一下这张 Excel 表，它可以把我房间的墙面它扣开口，就是比如说我这里是一个门，这里是个窗，它直接把门窗的部分扣掉，因为我们直接房间的表面积它是不扣开口的，但是它可以帮我们去扣掉它，然后同时它还可以帮我们去抓梁底、梁侧喷漆的部分，这也都可以去做个计算比如说板底喷漆的数量计算，这边就在写说。我如何去把它产生一个它的一个 3D 化，然后找出个最大的底面积，然后其他的，因为有些喜欢把梁侧挂到墙面去，有些喜欢挂到天花板去，到底要怎么分配这件事情，就又会涉及到另外一个计算。那像这种东西的话，它去开发起来，它最后就跑出一个 Excel 吧。我看一下我这边 Excel 有没有留存着，因为如果 Excel 留存着，我开 Excel 里面应该比较容易清楚。说像这样子啊，我可以把一个房间，就是我在做一个面积概算的时候，我把平顶，因为平顶大概跟地板的面积是一样，那已经把柱子扣掉，大概是这是它的一个面积平顶，然后我墙面的部分把它的面积是扣开口的，然后这是一个我们最后的答案。可是这边的话，它告诉你说，我这个房间它的原来的表面积是这么多，墙面的部分这么多，然后它扣了这个门、这个窗，这几个扣起来验证出来答案的，所以它还把一个计算式也拆给你。对，你同时就会拆解的计算是说，我原来表面积这么大，然后我这里面扣了哪些东西才得出这个结果的。那这就是我们在做Dynamo里面你可以去得到一个运用的部分，省掉一些不需要的耗损嘛。虽然还是要做点处理，可是差很多了。就它可以快速帮你去做出这个部分来。那你说在做建设来讲的话，有时候你在做一个面积的概算或什么，大概这样去抓。当然其实就我们在做另外概算，我们当然会有个面积的公式，我们自己有个业界的行情，我就知道说我的粉刷面积大概就是地板面积乘以6倍左右，大概去这样抓。但实务上来讲，这是一个更精准的做法。对，类似像这种东西。 OK， 对。那像这种部分的话，
就是还是一样，它这种东西永远会涉及一个状况，就是你压根不晓得这个是干嘛，而且你压根不晓得这件事情要怎么做。那我们需要的其实就是有点像导读，其实我就上课这件事情类似像导读，因为你一开始你不晓得引导人告诉他这一科到底是做什么，然后我为什么这边要用这一科，或者是我这边有没有其他的选项，然后这个选项里面会涉及到一个东西叫做优化，就是你如何让它，你可能这次是用10个节点，可是下次你或许用8个，对。那它是一个是速度变快，另外一个是你对于整个软体或者是一个程式语言的理解你会变深，那它是一个反复的过程。然后你知道吗？就是有兴趣的人去学了初步之后，他一定不甘于就学这些，他想说，我的流程中到底哪些可以解决？所以其实像我们自己本身都会有开图的流程，我如果把我的用 Excel 把我的一个图纸计划就喂进去，连同编号都帮你留着，因为你在 Excel 里面拉的时候，你有排序就3之1、2、3之对，你在 Ruby 的里面要图名更改、图纸更改，对，你在 Excel 改好会进去，所以你弄进去再推回来就好了。对，没错啊。对啊，所以我们就有在 Excel 去处理这件事情啊，我们不需要在 CAD 里面去做啊。对啊。比如说我在 Excel 里面去制造我的创清单，去制造我的图纸，但像这种的话，我们就已经直接写好标准化，就是你一样用 Dynamo Player 去导入，然后像这个就是我的一个图纸清单，那我大概前面有去掉几个栏位之后，你要不要图号你要不要账号、图号、图名、备注，你要不要写进去？你告诉系统之后，就1、2、3、4、5、6，这就是一个简单的无脑的功能，类似就像这样子而已。它大概就是这样处理，所以一定会有个很基础。每个人来你就打开它，咚咚咚咚选好，就这种跑答案的。但一定有很复杂的，你必须要一直动脑去思考的，也会有。这2种是一种不同的层次。但是如果我会觉得说，这个是一个我们在讲一个叫做阈值的东西，就是你从不会到一个门槛之后，你突然突破那个门槛了。我叫你不要学，你都挡不住，过了就过了。你过了之后，你就想说，哇，这个东西真的太有趣了。对啊，你就会积极想去学习。对。所以你问我说这个学习的门槛为什么，我反而不会是这样想，就是说公司其实是要找出那个我们讲做种子或平面，对，有兴趣的人，蛮重要的。对，老板要栽培他，我觉得反而重点是栽培这件事情。好，来，我们最后再拉一下，我把这个拉到镜头靠近一点啊，来，这本书大家配合一下看一下啊，这很重要啊。那这个我这个也买了一阵子了，今天终于可以这个交由您帮我签一下名了。感谢，那个也谢谢大家今天的参与哦。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边结束。